些拳击比赛，然后膝撞了，倒地了，好，地面砸拳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啊，没招了，没招了，终于没招了啊，终于没招了。注意看，日本拳王太狂妄，来到中国打比赛还这么不老实。镜头戴一顶鬼面具来到中国大陆发起挑战，尤其是他身后的高耀旗也特别显著，仿佛就是在表达中国拳坛没有能人能够收拾他。此人就是绰号日本肉盾王的格斗王者前田卓哉。这家伙凭借超强的抗击打与意志力闻名于世界拳坛，而且这家伙曾在一场日本公开赛一人迎战3位格斗选手，却能够安然无恙走下擂台。至此前，田卓哉的大名响彻了整个格斗领域。而在上台之前，前田卓哉居然声称中国人都是一群脆弱不堪的细狗，自己分分钟可以将其秒杀 KO。然而，面对日本狂人的嚣张发言，来自中国西藏的格斗小将恩波尼洛却表现得淡定自若，随即高举5星红旗进入比赛现场。恩波尼洛也表达，今晚要让嚣张的日本选手好好体会一下生不如死的挨揍经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让我们看看今晚双方选手表现如何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恩波尼洛，黑色拳套就是日本选手前田卓哉。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真是胆大妄为，看不起中国选手，居然在比赛刚开始就主动进入恩波尼洛的内围发起猛攻，甚至还将自己的脖子伸进了恩波尼洛的手臂下，这就是明摆的自寻死路。而恩波尼洛也丝毫不客气地开始实施断头台，说什么都要让日本选手昏死擂台。拿到了侧向压制，但是恩波尼洛的爆发力太强了，直接把对手又翻了下去，可是丢掉了。现在对方要报单腿摔，恩波尼洛可以把腿蹬开。哇，刚刚我在讲这个前田卓哉啊，他的技术是一般，可是他战斗力啊很旺盛。哇，有人勒到了，没有，现在看谁的力量大了，但是他有可能做深度半防守，少记。哇，一开始就这么激烈，前田卓哉如果没当心十字步，还好他手收回来了，对，被拿后背了。这个恩波有点蛮老练的啊，对，地面的那种动作转换非常娴熟，最近备战做得不错，比之前流利多了。对，地面训练的非常不错。现在要抱双腿摔了，前田卓哉要抱双腿摔了。恩波尼洛要做木村锁，拿到一个木村锁。今天看了太多次木村锁，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。是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今天首例成功降服的木村锁。是。此时此刻，双方选手的体力都比较充足，而前田卓哉就是为了利用身体抗击打来干扰恩波尼洛的比赛节奏。毕竟恩波尼洛才刚刚进入比赛，没有更好的针对性打法，只能在地面缠斗上对前田卓哉实施一番地面砸拳，能够 KO 日本选手恩波尼洛就绝对不会放过。毕竟台下可是坐满了拳迷粉丝。这些选手对这个三角锁比较免疫啊。对。而且我记得昨天采访他的时候，他说他曾经打过一些拳击比赛，然后膝撞了，倒地了，好，地面砸拳了，完蛋了，解决。但是得注意不能打后脑，裁判在严厉监管，不能打后脑。这个没机会了，因为他没有反击了，没有任何的反击动作。裁判，但他又在捞腿了，有捞腿的动作，又挺过来了，真的是不错，又挺过来动作了。对，虽然技术一般，但是呢，他战斗力十足。但他现在很被动，因为自己的左边的脸是没有防御的。可是就他不放弃啊，这个精神还是值得。前田卓哉这家伙实在太无赖了，正面打不过就开始抱着中国选手的大腿不松手，就是在有意的拖延比赛时间，消耗恩波尼洛的体力。当然，恩波尼洛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？不过处于上方的恩波尼洛也正在努力的适时地面砸拳，这么做也能扩大一些比赛点数。后2回合的比赛至关重要，恩波尼洛不会放过此时争夺比分的机会。这个角度他重心太低了，抱双腿摔。往后一拉，再往后一拉，再往后拉，他在那个角度是摔不倒的，因为你往前顶没有用啊！你往前顶干嘛？往前顶被对方就舒舒服服的坐着跟你打。对，起来！你不可能把铁笼顶破了。看到后面拿后背，骑乘吗？哎呦，他也拿到了！哇，一定要防好。没有了，他干嘛又回来了？他转换太快了，我们的腿完全跟不上他们的动作。跟不上。感觉前田有的时候是那种形闪神不闪的感觉，你看他吊儿郎当的，对，看他快挂了，对，对，你看他形闪神不闪？这又一个断头台，有可能很深，也很深，他在这个角度很难防，他必须得下行一下，对，是他下行了一下，还有10秒，
看他能不能挺过这10秒。看起来这个前田不是普通人啊，我们觉得快不行了，但是他就行。对，他像醉拳一样，时闪神不闪。你看他吊儿郎当的，你每就干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小将恩波尼洛继续采取上回合的凶猛打法，秉持着先暴揍再 KO 的方式打比赛。反观前田卓哉这家伙却表现得有点慌张不知所措，在擂台上不是施展抱摔拖延时间，就是有意跟中国选手拉开安全距离。要知道首回合中国选手可是拿到了大量比赛点数，如果这回合前田卓哉还是如此消极，肯定会输掉比赛。洛也是越打越没谱的感觉。日本人，我们现在不敢对局势完全不敢，任何一丝一毫的预测。他不是一般人啊，是，非普通人。好，现在再来，再起来一遍，拉后背，我起身。到底我们的日本人还有什么怪招呢？好，恩波尼洛把对方摔倒，拿了上位。当心对方的主观演绎，当心主攻高。有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现在没有了，这个角度没有。我觉得他不懂了。哎，恩波尼洛应该打头啊，不应该打身体啊，那个角度是最好打头。好，不能抓龙网，裁判请。恩波尼洛对，要打头。但是你每看见那个前田他捂着头滚一滚的，就能滚得出来。是的。起身了，哎呀，起身了，很被动了，又是挨打了。但你看刚才砸了几十拳，他都没事，而且一点伤都没有。他要做手臂三角吗？恩波尼洛可以做一个手臂三角，但是那个时候一定要。此时此刻，前田卓哉已经陷入到了极度危险的处境，不仅自己处于下方被压制局面，而且中国选手恩波尼洛还死死地握住前田卓哉的脖子进行断头台。结果前田卓哉这家伙咬牙硬撑，就是不肯投降认输，仿佛前田卓哉就是在想，只要自己能够撑过这次的致命招式，中国选手恩波尼洛一定会体力丧失殆尽，而有更好的反击机会。他是有闭气的大法，是不是？不要用肌肉去切他的血管了，换另外一种方式。对，换砸拳可能会好一点，也行。砸拳砸过了，没有用。又再来。那个恩波尼洛一下是移动头部的。好，裁判会不会没收了？啊，没收了，终于没收了啊，终于没收了。可是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中国选手恩波尼洛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恩波尼洛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